其实我们行业更大的关系可能在于天幕跟适应对我们的影响是怎么样？就是因为天幕和适应它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打法实际上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化。那我们就说美国好像现在是开一个，美国的话实际上是这样的呀，因为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物流的这个核心，就是快递电商的这个物流的其实核心还是我是需要通过从原产地去进口一些更便宜的东西，然后再放在这个美国市场去卖。不然的话，他们可能会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从这个墨西哥过境，就是从墨西哥直接去进口的话，它的产业链没有中国这么完善，对吧？所以而且第二个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这个就可以选择的这个商品的供应的价格也没有这么就齐全啊。因为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会在美国持续的去卷时效。我们认为天幕会在后面还会卷，所以天幕是卷时效，我们会认为它会卷时效，但是所以你的意思，他淡出完是不是就是所有的货要集中到他美国仓去发？对集中到它的海外仓。对，因为它要去跟亚马逊打，而亚马逊现在也在卷时效。那新也要去卷这个时效吗？适应去卷这个时效，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适应它打法的还不太一样。适应它现在它逐渐往线下去布局了。所以它也许不会去卷时效，它可能把它自己发展成一个品牌化，就是线下品牌化往线下，这个是它的一个打法上的一个不同的点。